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欢迎回到 M2C 链商的第二集。第一集我们讲了为什么 M2C 会出现，今天我们要更深入的探讨消费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它本质上就具有资本化的可能，而为什么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看待。这一集会完全改变你对消费这个行为的理解。我们先问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，你每天消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价值到底到哪里去了？比如你买了一杯咖啡，你买了一部手机，你加了一桶油，你订了一次外送，你买了一个保养品。这些行为看起来只是花钱，但每一次消费背后都包含至少3种价值。一、使用价值，你用到的部分。买咖啡是为了喝，买衣服是为了穿，这部分价值你是使用者，这叫使用价值，但它只是消费价值的一层。二、社会价值，你创造但没有被回馈的部分。你消费一次会产生什么？店家增加营业额，供应链增加产值，平台获得数据，品牌提升市场份额，平台估值上升，甚至整个产业的 GDP 增加，你创造了这些价值，但你没有得到任何一分资本性的回报。这就是消费的社会价值，你创造，但你不拥有。三、资本价值，被企业捕获但不回到消费者手中的部分。当你在平台消费一次，平台会拿这些数据去做什么？精准行销，商家收费，提高抽成，上市估值，增加广告收益。换句话说，你用自己的消费帮平台变成了资本，但你自己却没有任何资本性增长，这就是核心矛盾。消费本身会创造价值，但这些价值没有被分给消费者。M2C 就是从这个价值错位切进来的。M2C 不是单纯说消费者可以赚钱，它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，而这个理念体系包含3个部分。一、角色重构，每一个角色都变成价值节点。在传统商业里，制造商生产，商家销售，消费者花钱，角色固定，单向，没有互动。但在 M2C 里，这3个角色都被重新定义，消费者不再只是花钱者，而是价值参与者。他透过消费行为参与价值创造，并获得资产性回报。商家不再只是销售者，而是激励发起者，因为 M2C 帮他降低成本，提高留存，增加收益。制造商不再只是提供商品，而是生态参与者，因为他能直接面对用户，而不是被平台剥削。在这套模式里，每个角色都会变成价值节点，而不再是单纯的功能角色。二、关系重构，3方不再对立，而是共赢。传统模式里，消费者想省钱，商家想赚钱，平台想抽成，3方利益是对立的。但 M2C 做到什么？让3方的利益方向第一次一致。消费者每消费一次，获得代币化资产；商家每成交一次，降低客货成本，提升年柱；制造商每出售一次，获得更大规模的用户直连能力。这就是 M2C 最大的理念突破。它把原本3方对立的商业关系，改造成3方利益一致的价值循环。三、激励重构，价值回到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手上。传统平台模式，用户创造价值，平台捕获价值，商家付出成本，消费者得不到资产，商家依赖平台越来越深。M2C 的激励逻辑是，谁创造价值，价值就回到谁手上，消费行为本身就可以获得代币化激励，商家出分润不给平台，而是给消费者。整个系统透过智能合约自动运作，不可篡改。激励不靠平台决定，激励不靠补贴换市场，激励不靠金字塔抽佣，而是系统自动、透明、公平地回馈每一个行为者。我们来谈 M2C 最重要的一个理念，它不是替富人设计的模型，而是替普通人设计的模型。为什么可以这么说？一、M2C 直击贫富差距的核心根源，资产不平等。
贫富差距为什么越拉越大？不是收入，而是资产。富人有资产，资产生资产。普通人只有消费，越消费越穷。M2C 把普通人做的最多的事情，消费，变成一种能累积资产的行为。这是第一次，普通人不用额外学投资，不用额外拿钱出来，只要正常生活就能累积资产，这是革命性的。2. 普惠愿景，人人都可以参与的资产化行为。M2C 的愿景不是让少数人暴富，而是让所有参与者都能获得公平回报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消费，每个人都能为商家带来价值，每个人都能收到代币化激励，每个人都能因持有代币而分享生态成长。这就叫普惠式的资产化，不是靠投资本钱，不是靠人头接力，不是靠平台补贴，而是靠你在生态里创造的实际价值。3. 现实边界， M2C 不是万能，但它指出了方向。M2C 不是神话，它有边界，无法保证所有代币永远上涨，无法解决所有行业的所有问题，无法保证所有商家都能成功，无法避免人性和市场波动，无法不靠技术基础支撑就落地。但它提供了一个方向，让消费这个每个普通人都离不开的行为，第一次变成资产累积行为，这已经足够改变一代人的财富认知。今天你要带走3句话。1. 消费不是单纯支出，它本来就能创造价值，只是过去这些价值不会回到消费者手上。2. M2C 做的是价值回流，不是补贴返利，它让价值回到真正创造价值的人身上。3. M2C 是普通人的第一套资产化工具，只需维持正常生活就能累积代币化资本。第3集我会正式拆解 M2C 的3大核心机制：生产端机制、消费端机制、商家端激励模型。你会第一次真正理解 M2C 为什么能运作，它到底靠什么支撑，它如何避免走向传统平台的旧路。这一集将会是结构性最重要的一集，千万不要错过。